这就是神桥境大宗师的威压。你不把皇帝给我，那我便自己来取。这是造化地元功。秦牧与厉天行化作两道黑影，钻入炎峰帝的七星神藏。抬眼望去，日月悬于天顶，却已经破碎暗淡。两把神剑悬在残月断日之间，每震颤一次，便迸发出万千剑气，如暴雨倾泻，切割着本就支离破碎的神藏天地。秦牧正自纳闷七星为何只见日月，厉天行提点他向下看。秦牧低头，这才发现脚下便是五曜神藏。金木水火土五颗星辰早已崩碎，残骸漂浮在虚空中。厉天行不紧不慢地开始讲道：五曜加日月，方为七星。等你修到天人境，便能看到六合神藏环绕灵胎。五曜分布天穹四方，日月悬于最高处，那便是天地极。秦牧听着，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幅完整的微观宇宙图景，神藏的奥秘在他眼前层层揭开。厉天行继续道：到了生死境，灵胎脚下会现出幽都深渊，那是通往死亡的道路。到了神桥境，一道神桥直抵天庭。说到这里，他忽然笑了，笑容里带着残酷的意味。可惜，等你千辛万苦修到那一步，就会发现那座桥是断的。你一辈子追逐的目标，到头来只是一个骗局。秦牧沉默片刻，只回了一句话：精精彩彩过一生，为何失望？厉天行愣在原地。他身为前代圣教主，一生都在为那座断桥耿耿于怀，却被一个10几岁的少年一句话点破。他忽然笑起来，笑得很放肆。说得好，所以妾身这辈子一定要活得漂亮，做世间最美的女人。秦牧连忙封闭五感，这妖精笑起来太要命了。天人神藏中，秦牧终于亲眼目睹完整的天地极，灵胎为大地根基，六合如城墙环抱，五曜化为天空四方，日月悬顶照亮一切。可这片天地正在崩塌，每走一步，脚下都在皲裂。生死神藏里，脚下果然是一片黑暗深渊，幽都的阴寒之气直透魂魄，仿佛随时会有阴差探出手来拖人下去。最后是神桥神藏，一座惊天巨桥横贯9天，桥的尽头是璀璨天庭，诸神的虚影仿佛还在那里等待。但炎峰帝的这座桥已断成无数截，巨大的桥体碎块还在不断坠落，轰隆隆砸穿一层层神藏，直坠灵胎。厉天行说：这皇帝彻底废了，不如扒了他的皮。秦牧摇头不语，二人合力将如来和道主残留在各层神藏中的神通余波尽数清除。这是两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配合，从互不信任到心照不宣。扫清最后一处残存后，秦牧心中有了底。神藏虽碎，但若能寻到足够灵药，以魔影幻魔功进入其中炼丹修复，或许还有一丝希望。二人飞出皇帝眉心，天色已经大亮。司婆婆醒来，厉天行重新沉睡。秦牧出门前郑重警告皇帝，晚上无论听到什么，绝不能出门，绝不能往外看。来看你的就是厉教主，你若看了，必死无疑。而且整个延康国都要陪葬。炎峰帝虽满腹狐疑，但他毕竟是95之尊，理智告诉他这少年不是在开玩笑。秦牧在门上画了承天之门，用幽都语写下名字，又在地上留字提醒，读得出便进去，读不出就留在外面。他叮嘱司婆婆千万别碰那扇门。出门后回头望了一眼那间屋子，秦牧心中默念：厉天行若是得幽都语还好，若不时强闯，魂魄便归土伯所有，婆婆也就能解脱了。白天平安无事。司婆婆用竹竿挑着饭篮子送到门口，炎峰帝蹲下开一条门缝，把篮子拽进去，吃完了再把空篮推出来。当皇帝头一回活得这么憋屈。太阳刚落山，门外传来一声轻笑，那声音像蜜糖一样黏腻，直往耳朵里钻，往骨头里渗，往心尖上挠。炎峰帝3000后宫佳丽，竟无一人有这等动人心魄的声音。妾身来寻皇帝耍一耍。那声音慵懒又危险，耍得高兴，
便扒了他的皮做成衣裳，去京城做女皇帝。可那声音实在太好听，好听到他每个毛孔都在叫嚣着开门开业。他堵住耳朵，但声音钻过指缝，钻过耳膜，钻进脑子里。他在床上蜷成一团，指甲掐进掌心，鲜血渗出才勉强保持清醒。这是魔功，这是害人的魔功。门外却安静了，厉天行被门上那些看不懂的文字绊住了，反复演练的猴真功，整晚都在嘟嘟囔囔。臭小子竟然考笑我，我修的猴真功的时候他还没出生。严峰帝心惊胆战地熬到鸡鸣。第二晚，那魔音比昨夜更缠绵更恶毒，严峰帝几乎被唤出心魔，脑子里全是推门去看的冲动。第三晚，厉天行恼羞成怒要强行闯门，却在关键时刻忽然顿住脚步，他想起了秦牧施展这门功法时的场景。第三只眼睛睁开，灯光变绿，满屋阴气不像人间。他毕竟是金四鬼的前代圣教主，立刻警觉，这门后八成是幽都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。这小子奸得很，想暗算我。严峰帝趴在窗缝边，差点就要偷看，秦牧的脚步声恰好到了，他松了口气，却也在心里暗暗记住了一个名字：厉天行。秦牧刮去门上字，向皇帝说出外面的消息：太子已宣布皇帝驾崩，京城举哀，3月初6登基。天策上将等7位大臣全被生擒，太子要依靠他们的势力稳住朝局。严康国师新婚出游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严峰帝听完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朕不回大虚，回京城，夺回朕的江山。秦牧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笑了：善哉善哉，陛下还是先当和尚吧。他一把薅下皇帝的皇冠，3两下扒了黄袍，拎起杀猪刀就朝皇帝头顶招呼。剃完后，秦牧点了3炷香，挨个往皇帝头皮上摁下去，嗤嗤几声焦糊味飘散，头顶多了6个光秃秃的戒疤。皇帝疼得龇牙咧嘴，95之尊何曾遭过这种罪？秦牧又把他按倒，刮了胡子，翻出画笔蘸墨，在他脸上从左眼到右耳画了一道狰狞刀疤，再把一面铜镜对到他面前。严峰帝向镜中望去，愣了半天都没认出那是自己，一个凶神恶煞的和尚，光头戒疤刀疤脸，背后还绑着2把木刀，活脱脱杀人放火的野和尚。秦牧往他背上绑了2把木刀，严峰帝气得抽刀就砍。朕砍了你的头，砍了2下喘成一团，刀都握不稳，最后颓然把刀往地上一扔，怒道：你的头先记着，朕迟早要砍。秦牧憋着笑辞别司婆婆，带着假和尚踏上北上之路。他边走边传授霸体3丹功和造化灵功，边走边练。严峰帝气色渐好，力气也逐渐恢复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。秦牧在肚子里盘算，我这还差一位天王，要是能把皇帝拉进天圣教，那可就不只是天王了，整个严康国都信天圣了。他瞥了眼身边这个光头凶和尚，心里美滋滋。严峰帝练着练着，忽然问了句：秦爱卿，你是5曜境界？秦牧点头。皇帝默然，这小子才5曜，实力已经与6合神通者不相上下了，要是真到了6合还得了？他一边走一边练功，一边骂儿子不孝，一边想着回了京城怎么收拾那个逆子。光头上6个戒疤在太阳底下亮堂堂的，格外扎眼。